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呢，我們來到這個實況主挑戰周的 Day 8，就是那個第8天。但是這次啊，我們打那個對手也算是一個實況主吧，因為大家也看到，就是這個100等的專業盲眼劍客玩家，就是他只專門的用這個盲眼劍客。那有觀眾可能又想問了，那這個玩家不是我啊以前打過的一個普通盲眼劍客嗎？那其實啊，據我所知，他又是在這個 TikTok 裡面有開直播的一個實況主玩家，對，所以的話也不算是一個普通玩家，對，就是實況主挑戰周的其中一員啊，也算是對。那這次啊，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100等實況主盲眼劍客打的這一場比賽。而且也是比較特別啊，對我來說，怎麼說？就是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我啊這個遊戲的整個遊戲的時長啊，都貢獻了給這個超蟲戰士。對，那這樣的話，其實啊，他也算是跟我一樣的一個遭遇啊，就是他也是把所有的遊戲時間貢獻了給這個盲眼劍客，所以呢，某程度上啊，我覺得我跟他也算是有一點相似吧，某程度上，对，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遊戲，如果你只用一隻英雄用到底的話，其實你的整個遊戲的體驗會非常之糟糕。對我來說，因為如果是大家知道的話，這個遊戲啊，對於那個單英雄單角色的玩家非常之不友善。尤其是如果你在機場的話，這個不友善會放大很多倍，讓你感受到。總而言之，就是你會非常坐牢。但我相信啊，有些玩家是很享受的，例如說這個盲眼劍客玩家就是一個非常之享受用單英雄單角色的一個玩家。對，那但是如果我的話，我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超虫戰士是不能的當做這個單英雄使用的一支英雄，因為這樣的話，如果你用過超虫的話，你會發現超虫其實的攻擊力非常之低，就算你加了200攻，還是很難用單英雄的超虫把人殺掉。所以的話，我一直都說超虫戰士最好的搭檔是誰？那當然啊，是我們的黑毛。對，如果沒有黑毛的話，超蟲基本上是很難跟一些高單局的玩家對戰的。如果他現在有留意的話，对。而且啊，你也需要練習不同技能的那些使用，才会導致你的主英雄變得特別耀眼。對，就是如果比如說我是一個超蟲玩家，如果我沒有練過任何的其他什麼黑毛 combo 或者是其他技能的開啟，基本上就算我有發影片，你還是不會對我有任何印象的。對，就是我會變成一個非常之平庸的玩家，就算我是用一個超蟲很厲害的人，也是沒什麼用。所以的話，如果你想在這個競技場裡面，或者是這個遊戲裡面打到一個比較名列前茅的一個境地啊，我建議你除了把你的主英雄練好之外，你還需要練習不同的技能開啟。這樣的話，你的這個遊戲的歷程啊，才會變得更輕鬆容易，而且是更能跟一些高排位的人打架。對 ，OK， 這邊的話來到這個第2回合，他打盲眼劍客就是有能量。先盡量把他的能量擋掉，不然的話就是這個劍氣模式啊，不然的話你基本上你是打不過他。如果他有能量在手上，他基本上就等於有一張王牌在身上，你不把他的王牌先逼出來，你是沒可能打得過他的。对，所以的話這邊也是，當他沒有能量的時候，先把他抓住。哎呦，這邊失手。那可以看到他的反正應該全都用完了。那他的王牌其實除了那個重地之外，就是他的所有的反裝都是他的王牌之一。對，所以的話打這個玩家又是跟以前一樣，他是一個 all in 打法的完全相反了。我們的打法就是先把他重地逼出來，然後如果在技能階段把他的一些反裝全都騙出來，那到時候才是你跟他或者是把他收掉的最佳時機啊，不然的話，他只要有反裝，他就可以用完反装之後，用一個重地把你抓住，然後就給你非常之痛的盲眼劍客 combo。因為這個盲眼劍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基礎攻擊力啊非常之高，所以說的話，被他抓到一次，基本上你需要抓他2-3次才可以把這個血量扯平啊。對。那他還有個弱點就是很明顯啊，通常沒有術士的玩家，他那個很大的弱點就是
掉落去。對，所以的話，你盡量把這種沒有術式的玩家打下掉落去之後，可以給他非常致命的傷害啊。因為通常啊，這種把所有反應裝在身上的玩家都是把那個攻擊力點滿，通常啊，那我相信這個馬眼傑克玩家也是這樣。我這邊的話可以做到。那我可以看到他好像剛才開了個披風，那而且啊，他的頭盔還沒換，因為他有個習慣，就是當他那些反裝用完一件之後，他就會把這個頭盔換成九尾頭，來增加他的反裝的續航力，就是不讓人那麼輕易抓到。但是他這邊好像來不及換。OK， 這邊呢，他的披風跟衣服開了，那頭盔他還沒有換那個九尾頭，那我們就把握機會，在他換好之前把他抓住，然後把他殺掉。OK， 這邊的選項先開，哎呦不錯。那但是很可惜啊，那個披風沒把它收掉。哎呦，這個他應該是會趁這個機會沒有換，對，還以為他會換九尾頭。哎呦，那他應該是來不及換，直接開這個王種頭盔了。那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之好，因為他既然全都用完了，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把它收割的一個最佳時機啊。我這邊 OK 抓到，那他應該是完蛋了，我猜。